当爱与阴影同在时，显化的路径才真正展开。当你内心最深处的黑暗与光明并肩而行，生命便迎来最完整的绽放。爱不只是甜蜜的拥抱，也包括对阴影的温柔看顾。阴影是你被社会、经验与自我批判压抑的部分。当你学会同时拥抱阴影与爱，显化的道路便从此不再单一。心理学家荣格称阴影为 shadow， 它藏匿着你不愿面对的渴望与恐惧。如果单纯追求爱的光明，却否认阴影，就像在夜里只仰望星辰，却忽略了大地的支持。神经科学证实，未接纳的情绪会固化回路，增强恐惧与焦虑的反应模式。唯有同时接纳阴影，理性与情感才可共振，重塑大脑的可塑性回路，开启真实的改变。我曾全心追求爱的温暖，却将内在的伤痛深埋。每当幸福降临，我的心却总隐隐作痛。那痛是就有阴影在提醒我，爱若只求光明，必然缺少完整。直到一夜，我在镜前泪流满面，看见自己带着微笑却憔悴的模样。那晚，我对自己说，我爱你所有的面相，包括那个深处颤抖的自己。我伸出手，轻抚胸口，让泪水划过，伴随深呼吸，将压抑许久的痛苦化作泉流。在那瞬间，我感受一股新生，如同黑夜里被点亮的烛光。接着，我开始练习阴影爱抚仪式。每日静坐时，先专注呼吸，再让意识进入阴影之地。那里或许有童年的孤独，或是长久以来的自我批判。我在心中对他们轻声说，谢谢你保护我，也对不起将你埋藏。在接纳与感谢中，阴影不再吞噬，而成为通往整合的桥梁。科学研究显示，当你在静心中同时感受光明与阴暗，脑中的整合网络、默想网络与执行控制网络会共同活化，带来高阶思考与深度洞察。此时，显化的蓝图不再仅是愿望清单，而是深度能量场与宇宙共振的结果。在日常里，我也学会与他人分享阴影。当朋友诉说痛苦，我不急于给予建议，而是先同理，再拥抱，让温柔成为最有力量的滋养。那份陪伴像光线穿透黑暗，让彼此更能感受到爱的真实。创作意识显化的关键，我用文字刻画光明与阴影的对话，用色彩晕染内心的阴暗斑驳，笔触在画布上舞动，让情绪化作生命的诗行。当创作完成，显化的作品正映照出我与阴影共舞的轨迹。人际关系因而蜕变，爱不再是单向的奉献，而是阴影与光明共同编织的网络。当你向伴侣呈现自己的阴影，你舍弃了防御，彼此关系便进入更深的共振。在事业与丰盛上，我也体会到，当你拥抱阴影的恐惧，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安，便能在挑战面前站稳。行动因真实而有力度，资源因诚意而自动汇聚。每天清晨，我对镜中的自己微笑。今天，我将与阴影共行，也让爱照亮前方。这句肯定，如同为显化种下最深的种子，让我们记住，爱并非光明的独奏，阴影亦非恐惧的囚笼。当它们同在时，显化的路径才真正展开。在光与影交织的节奏中，
你将见证最完整的奇迹。每一次哭泣都是能量进化的开始。泪水如同流动的河流，将积聚已久的悲伤与压抑冲刷。当眼泪滑落，心里的结开始松动。你或许以为哭泣是软弱的象征，却不知它是灵魂最真实的语言。心理学家指出，情绪若不表达，会在潜意识中发酵。神经科学证实，泪腺分泌的情绪类含有压力荷尔蒙代谢物。当你哭泣时，身体同时在释放积累的化学物质。这就是能量进化的第一步。在一次失败中，我曾把痛苦深埋。我努力微笑，用忙碌掩盖内心的颤抖。夜深人静时，忧伤化作千重浪潮将我吞噬。直到那晚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。我在枕头上啜泣，任泪水渗透被单。那一次哭泣，让我看见最真实的自己。我告诉自己，这就是我，脆弱、真诚，需要被接纳。从此，我将哭泣视为仪式。每当压力袭来，我允许自己在安全的空间里放声哭泣。枕畔的小灯微亮，如同天空里出现的曙光。我闭上双眼，让泪水带走所有阻碍。在哭泣中，我与内在对话。我看见你所有的痛苦，我感谢你曾为我保护，也对不起让你孤单承受。随着时间流转，我发现哭泣后，能量场愈发轻盈，焦虑不再像铁链缠绕，反而在泪水洗礼后变得清晰可见。我可以看清那些曾让我跌倒的信念，其实都可以被柔软化解。神经科学研究显示，哭泣能降低皮质醇水平，同时促进催产素分泌。催产素不仅能稳定情绪，也能增强人际连结的信任感。当你允许自己哭泣，也为他人打开了同理的大门。在亲密关系里，我学会选择共情而非疏离。当伴侣忧伤时，我们并肩坐在沙发上，无需一句言语，只用拥抱传递陪伴。泪水交织，成了彼此能量进化的桥梁。我也在创作中将眼泪转化为创造力。画布上，泪痕化作透明色彩的晕染。文字里，哭泣成为最动人的句点。每一次书写都像再次哭泣，又像为创伤注入疗愈的能量。在职场挑战时，我不再硬撑。遇到挫折，我会暂时离开办公桌，坐在窗边，静静哭泣3分钟，然后深呼吸，让能量回到身体每一个细胞。再回到工作，我以更清晰的思维与更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行。每一次哭泣，都是一次自我进化的重启。在泪水中，我卸下伪装的厚重盔甲，让真正的自己浮出水面。那自己，既有过去的伤痕，也有未来的希望。我学会在日记里写下泪水日记，记录哭泣的原因、释放后的感受，以及泪水结束后的平静。透过文字，我不断追踪内在能量的变化。我发现，泪痕之后，往往伴随着灵感、喜悦与新的愿景。在大自然中，哭泣更像是与万物共鸣。我走入森林，让松风与鸟鸣，见证我的眼泪。当泪水划过指尖，泥土的芬芳，像母亲的安抚，带走最后一丝恐惧，让每一次哭泣都成为力量的源头。泪水不再是纯粹的悲伤，
而是能量净化的开关。当你启动它，内在的污浊得以被清除，纯净的泉流便可重新涌动。在夜深人静时，我常常对自己说：哭吧，让那股能量自由流动。哭完之后，你将更靠近内在的光。当黎明来临，泪痕未乾，却已映出一轮新的太阳。这就是显化的奇迹。在哭泣之后，新的愿景悄然种下，它生根于泪水滋润的土壤，在你内在最深处，等待绽放。所以，别再压抑泪水。当情绪涌上，让每一次哭泣成为你能量净化的开始。在泪水与呼吸间，你将看见属于自己的丰盛新世界。让心中的不安成为创造力的源泉。每一次胸口的颤动都是灵魂轻敲窗棂的节拍。当内在的不安如潮水般涌动，你或许想要逃离那份紧绷，却不知它正携带着最珍贵的讯息。心理学家指出，不安常源自未被疗愈的渴望与恐惧，它在潜意识深处筑巢，用细微的焦虑提醒你某部分尚未获得表达。若将其一味压抑，便如在心湖投入颗颗石子，波纹永不止息，紧张与疲惫日以继夜地折磨你。神经科学研究证实，不安时杏仁核处于高度警戒，前额叶皮质无法顺利运作，情绪与理性分崩离析，你失去进入创造的通道。唯有转化不安，才能打开脑中可塑性的阀门，让创造力如泉涌。我曾在职场的变动中失去重心，新专案压力如山，我在夜里辗转难眠，心跳与呼吸交织成不安的乐章。白日里，我努力扮演从容，却在镜中看见一双焦虑的眼睛。那眼神提醒我，不安不应只被压抑，它更是前行的动能。于是，我开始允许不安存在。我在日记里写下最细微的感受：胸口的闷痛，手心的凉意，脑海中反复的念头。文字如水管，将累积已久的能量引流。当我写下我感到不安，那一刻，能量便有了出口。每日的晨昏，我练习情绪扫描，闭眼，从脚趾到头顶，感受身体每一寸紧绷。当不安浮现，我深吸3秒，再慢慢吐气5秒。每一次呼吸，都是与不安共舞的旋律。在呼吸的节奏里，身心渐渐回到和谐。有一次，我将不安化作颜料，在画布上，我以深蓝勾勒紧张的轮廓，以朱红描绘跳动的血脉。画笔在画布上跳跃，如同思绪的自由释放。当最后一笔落下，整幅画作变成了我的镜像。不安与创造同时在光影中共存。心理学家荣格强调，创造力来自于对阴影的认同。当你在画布上拥抱不安，它便不再只是痛苦，而是创新的燃料。在神经可塑性的作用下，画作中每一抹色彩都在大脑回路中刻下新的连结。我也在音乐中找到了转化之门。当心跳加速，我握住耳机，放入深沉的低频音乐，在节拍与节拍之间，我让不安随着鼓点流动，音符如光束，划破情绪的阴霾。我随音乐轻轻摇摆，让身体成为释放的不安通道。
工作上的挑战因而变得有趣。当下次收到棘手的需求时，我不再退缩，而是将不安记录于创意笔记。我的不安想要告诉我什么？我问自己。他回应，我需要更多自主与支持。于是，我提出新的沟通方式，让团队流程更灵活，意外激发出众多创新想法。在亲密关系中，我也学会将不安袒露。当担心被误解时，我不再默默承受，而是轻声说出，我有点害怕，想和你分享。那份诚实，如同为彼此关系注入真实的养分。在坦率的对话里，我们的连结更深、更稳固。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我发现不安的另一种面貌。我走在山间小径，让松风与鸟鸣伴随脚步。当微风拂过脸庞，我深吸泥土的芳香。不安竟在树影里融化。大地的稳定与我内在的动荡共舞，让不安成为探险的向导。科学研究发现，自然中的正念体验能显著降低焦虑，并提升创造力与幸福感。当我与大地共振，创新的火花便在山林里跃动。我将所有转化过程写入不安手账，每一页都记录技巧与心得，如何用书写净化，如何以画笔释放，如何在呼吸中平衡，以及大自然的魔法。这本手账成为我创造力的宝藏。在每一次挑战后，我都回顾手账，看见自己如何将不安转换为动能，信心因而累积，创造力因而飞扬。不安不再是逃避的理由，而是显化丰盛的助力。当你勇于面对最深处的颤抖，整个宇宙便在响应。新点子、自信、机会，都将如绽放的花朵，在不安的沃土中盛开。让我们拥抱不安，将它转化为创造的源泉。在每一次呼吸、每一次笔触，以及每一次阳光下的漫步里，你将见证，不安正是通往新世界的桥梁。当你相信自己值得，显化会悄悄展开。当内心深处响起我值得被爱的声音，生命便开始回应。这份信念像种子在土壤中破壳，当你浇灌它，便能看见嫩芽探出头来。心理学家指出，自我价值感是行为的原动力。当你真正认可自己的价值时，神经回路便开始重组，压抑与自我批判的突触连结被松开，取而代之的是肯定与信任的新路径。在一次低潮中，我对镜自问，我究竟值不值得拥有幸福？那时的我，如秋叶被冷风卷走，直到我在日记里写下，我值得被理解，也值得被珍惜。那一句肯定，犹如光束穿透云层，让我第一次看见希望的轮廓。随后，我每天晨起对镜微笑，我值得这个世界的温柔回应。语气虽轻柔，却在大脑中触发多巴胺分泌。科学证实，反复肯定可以强化新突触，让大脑渐渐习惯正向信念。在静坐冥想时，我将注意力放在心轮处，每一次吸气，我想象将我值得的光灌注胸口，每一次吐气，我将自我怀疑轻轻释放。当脑中杏仁核不再过度活跃，前额叶重归掌舵，你便能以清晰的视野看见目标。
某日，我在海边散步，潮水拍岸如心跳般有节奏。我对着海浪默念：我值得显化我所向往的生活。海风仿佛回应，卷起一朵又一朵浪花。那一瞬，我体会到，当你与宇宙频率对齐，显化便如涟漪般自然展开。我将这份练习记录在价值手账里，每日写下3件自己值得感激的事，哪怕是清晨的一缕阳光，或是一杯温暖的茶。这些细微的幸福，让我相信自己值得拥有更多。在创作时，我让想象自由驰骋，我画下内心的花园，让鲜花象征自己的价值。每一笔，每一色，都在提醒我，我值得这份绽放。当关系面临挑战，我不再急于迎合，而是温柔地表达需求。我值得被真心倾听，对方回以共鸣的眼神，让彼此的连结更深。这就是自我价值的磁场效应。当你相信自己值得，他人便自然对你敞开心门。在事业中，我不再因恐惧而退缩。当新计划来临，我先对自己说，我值得这个机会，然后放胆尝试，让创意自信地现身。财务丰盛也在信念中显化。我将我值得财富流动写成肯定语，在投资决策前默念。当我以信念为准，资源便如甘泉般涌入。在夜深人静时，我深呼吸5次，每次都在心中默念：我值得被爱，也值得被成功。这份简单的仪式，让我在梦中也与肯定同行。神经科学家发现，大脑在睡眠时会加强白天的学习与信念。当你在入眠前重复肯定，潜意识便会将它们升值。于是，显化的种子在梦境中悄然发芽。有一次，我在梦里看见自己站在开满金色莲花的湖畔，莲花象征纯净与重生。那一幕成了现实中案子的灵感来源。我惊叹于，当你相信自己值得，灵感与机会便会如梦中场景般出现。在疗愈旅程中，我也学会拥抱阴影。当自我怀疑浮现，我对他说，我也值得你的存在。让阴影与光明并行，显化的道路才最完整。每当听到负面声音，我便唱起自爱的旋律，歌声轻柔，却像海浪般拥抱岸边。当音符在房间里回响，我最深的信念便在歌词中回响，让心中的肯定成为显化的催化剂。当你相信自己值得，显化不再需要强求，而是在你最真实的信念中自然而然地展开。让我们每天对自己说，我值得所有的美好。当这份信念深植心田，整个宇宙都将为你开启丰盛的门扉。当你敢于感受，就能拥抱真正的丰盛。情绪如同海浪，时而平静，时而汹涌。当你选择直视心底的每一波起伏，才会发现那些曾被你躲避的感受，正是通往丰盛的钥匙。心理学家指出，压抑情绪是自我保护的本能，却也会关闭你与内在智慧的通道。神经科学证实，当你允许感受的流动，大脑的可塑性回路便开始重组，理性与情感共同协作，带来深度的洞察与创造力。
我曾远离自己的悲伤与恐惧，用工作、社交、娱乐填满每个瞬间。白日里笑得灿烂，夜里却在枕边啜泣。那是压抑的代价，让我与自己的核心越行越远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书中读到一句话：感受是灵魂的语言。我在心里轻声回应，那么我该开始倾听。于是我关掉手机，熄灭灯光，静静躺在床上，让泪水自由滑落，感受每一次心跳的颤动。那一夜，我哭到心口不再紧绷，泪水带走多年累积的焦虑。当眼前的雾气散去，我看见自己，渴望被看见，也渴望被爱。在那纯粹的黑暗里，我找到了久违的光芒。从此，我将感受仪式写入日程。每天清晨，我先闭眼一刻，聆听内在的声音，是喜，是悲，是不安，还是感恩？我允许每一种情绪同时存在，不做评判，只做见证。科学研究发现，这样的正念练习能平衡自律神经系统，降低压力荷尔蒙，提升幸福激素。你的能量场因此变得清澈透明，为丰盛留出充足空间。我将感受化作创作的源泉。画布上，我以深沉的蓝描绘悲伤，以明亮的黄灰洒喜悦。笔触不再受限于技巧，而是灵魂渴望的舞动。当画作完成，我看见了自己从阴影走向光明的轨迹。在职场中，我学会向团队表达真实需求。当焦虑袭来，我便开口：我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梳理。同事的理解与支持，如同温柔的风，将我的不安缓缓吹散。这份坦诚，让工作更有创造力与效率，财务的丰盛也因此显化。我不再因恐惧而斤斤计较，而在允许恐惧流动之后，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机会。当我对投资与风险说出真实的疑问，我找到更合适的策略，让资源自然而然地流入。在亲密关系里，我学会与伴侣共同面对脆弱。我们在阳台上倾心交谈，分享对未来的期待与恐惧。当我们感受到对方的心跳，那种共振比任何承诺都更具力量。有一次，我在山林中行走，让大地与树木见证我的泪水。微风轻抚，落叶如歌，那份自然中的陪伴，教我感受的最终意义。我不是孤独的漂流者，而是万物共鸣的一部分。科学家发现，自然正念结合深呼吸，能迅速降低焦虑，增强直觉与创造力。当我在溪边闭眼，让水声与呼吸同频，新的想法如泉涌现，为我的事业与生活开启前所未见的可能。让心中的不安流动，就像河流穿越平原，带来肥沃的土壤。当你接受最深的恐惧，也在接受最真实的自己，那时，显化不再是努力的结果，而是感受完美对齐的自然回响。每日傍晚，我走到阳台，举起双手，让夕阳落在掌心。我低语：谢谢你，即使让我紧张，也让我更勇敢地创造。在光与影交叠的瞬间，我感受到灵魂的丰盛。请记得，当你敢于感受，就能撬动生命的杠杆，让每一次泪水
每一次心跳，都成为创造力的火花。在这火光中，真正的丰盛正悄悄为你绽放。当你愿意臣服，宇宙自会为你安排美好。放下紧握的方向盘，让生命自己驶入未知。臣服不是放弃努力，而是放下控制的欲望。当你不再抗拒，阻力便奇妙地消失。心理学家荣格说，无意识中的抗拒如同大海深处的暗流，若不放下意志，它在暗中推动人生。神经科学证实，过度控制会激活杏仁核，让焦虑与恐惧领航。臣服则能平衡前额叶，恢复理性与感受的协同。我曾在职场紧抓机会，夜夜熬夜，心跳像战鼓。我以为成功靠全力以赴，却迷失在疲惫无涯的深渊。直到那日，我在山巅仰望云海，任清风拂面，心境忽然开阔。我第一次对自己轻轻说，我愿意臣服于当下。泪光闪现，如同沉淀已久的石子落入心湖，湖面荡起涟漪。我看见自己的恐惧被水波带走。从此，我每天练习静坐3分钟，闭眼，感受呼吸进出鼻翼。每次吸气，想象将不安带入体内；每次吐气，让控制随风而逝。科学研究显示，正念呼吸能激活迷走神经，降低皮质醇，带来深度放松。当身心回到平衡，你才能与宇宙频率共振。有一次，我在夜里写下愿望清单，我将所有期待与恐惧一起书写，在双手合十，将文字放入心轮。我对自己许愿，我信任生命的安排。那刻，我感受到一股奇妙的安定。几日后，我意外接到一通旧友来电，离职多时的他邀我合作新计划，机会如天降甘霖，在我放手后悄然到来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宇宙对臣服的回应。当你愿意让出控制，生命才有空间显化。在亲密关系里亦然。过去我紧抓对方，渴望被爱、被理解，那样的抱紧，反让彼此窒息。直到我学会释放，用开放的心接纳他人，关系因而加深，爱自然而然流动。我在书中读到，真实的连结来自脆弱的呈现。当你不再伪装，对方也会愿意打开心门。那是臣服最深层的礼物。在创作中，我亦放下自我审查。当灵感涌现时，我让笔尖自由流动，不去纠结对错，文字便如泉涌，创造力在臣服中爆发。神经可塑性告诉我们，当新行为反复练习，大脑回路便重组。臣服的练习同样需要日积月累，每一次放手都是对大脑新连结的加深。在大自然里，我感受臣服的极致。湖畔的微风，森林的低语，浪潮的拍岸，都在无声告诉我，顺应自然才能找到最真实的节奏。我开始定期进山林冥想，听风声、鸟鸣，让心与万物共振。每次归来，我都感受到生命的丰盈。在财富与事业上，我也学会臣服的智慧。当新机遇来临时，我先静心聆听，再按直觉行动，而非一味抢先。
成果往往更令人惊喜。最深刻的是，臣服并非放弃自我，它是对自我的深度信任，承认无法掌控一切，但相信自己的潜能与宇宙的慈爱。夜里，我在日记中写下感恩，感谢生命的安排，感谢每一次失控与释放，字字温暖，如同为灵魂缀上金丝。当你愿意臣服，丰盛自会如春雨般滋养。幸福不再是追逐的幻影，而是你与宇宙共舞时自然而然的回响。请记住，放手即是拥抱，放下即是获得。在臣服与信任的空间里，真正的美好正在悄然展开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